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谭健次主本直播，直接从一幅画卷中撑伞走出，眉眼如画，气质清雅。看了昨天主本的直播，谭健次在被问及希望一生保持的品质时，认真思索后说出的善良二字，真的让我感触良多，内心满是深深的触动。昨天的谭健次刚结束白天的广告拍摄，便带着满分状态投入晚间的直播。连轴转的行程里，始终眉眼温和，丝毫不见疲惫。为了正在拍摄的古装剧，他严格管控饮食，肉眼可见的清瘦下来，却更显身姿挺拔，眉眼俊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看了昨天的主本直播，怎么感觉谭健次几天没见颜值又帅了好多？在2026年3月6日的主本品牌直播中，谭健次以春日游园为主题，身着嫩绿色清新妆造，搭配满是蝴蝶元素的宽松牛仔裤，从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中撑伞走出，背景是飘落玫瑰的花瓣雨，简直太惊艳了。谭健次昨天的直播状态太好了，这套春日妆造干净清透，温柔又明媚，像把整个春天穿在身上，眉眼如画，气质清雅，真的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美男子，一眼心动。肩扛油纸伞时是清冷侠气，伞下抬眼时是温柔缱绻。浅薄荷绿外套晕开春日生机，油纸伞与落英共舞，一帧帧都是东方美学与少年感的完美碰撞。他站在那里，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少年，带着花的香气和满眼的温柔，让人忍不住想把这一整个春天都和他锁在一起。每次见到谭健次都像从画里走出来的，这次完全具象化了。趣味猜词游戏，在直播中连续答对蝴蝶云朵、螺蛳粉等关键词，解锁主本卸妆产品福利，并透露品牌蝴蝶勺设计源自破茧成蝶的意象。游戏开始，郝文辉问谜面：你的此生挚爱。谭健次第一反应，他是一个群体吗？主持人：不是。多多：那他是动物吗？主持人：不是。多多：他第一个就猜是一个群体吗？你们听听，不是我们是谁？直接报我们身份证号码就好了。小炭火第一名，并且地位已经超过了螺蛳粉，所以此生挚爱小炭火呆求螺蛳粉，不管，幸福的一天。模仿工作室催更，重现后台场景，调侃工作人员递手机催促，谭老师不该自拍发博吗？被问到演出结束回到后台会做的第一件事，工作人员会递上什么？谭健次表示这里面都没有他们会给他的道具，工作人员会递给他一台手机，并灵真开眼，谭老师这么精致的妆容，这时候不该来一张自拍吗？不应该发一个微博吗？不应该营业一下吗？哈哈哈！一瞬间，所有后台自拍照都有了花絮画面。谭健次直接把卧底证明的重任交给谢雀山啦。和不同周度还没播，我们家主就先领到超难任务。谭健次最近在拍古装戏，今天一出场撑着伞，有点回到片场的感觉。新剧和不同周度谢雀山是双面间谍，我最不擅长的卧底角色，能不能为我卧底的失败扳回一城，就看他了。谢雀山，这担子也太重了吧，压力山大，但我会努力的。冷峻的家主大人，可爱的软萌小咪，没错，这都是一个人。谭健次提到新角色和不同周度里的谢雀山是双面间谍，这是他以前没有挑战过的角色。我推测也是这一点让他对这部戏有兴趣的。他曾说对没接触过的角色类型都很感兴趣，他也是这么践行的。从23年香柳之后，他没继续拍古装剧，而是耐心等待一个让他心动的角色出现。于是等来了双面间谍谢雀山和不同周度的灵魂人物，所以谢雀山一定是惊艳的，
与众不同的，我们拭目以待吧。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是你呀，谭健次。猛圈小猫，可可爱爱。既然打到了自己，就把自己送出去吧。上链接。好喜欢看谭健次捣鼓，不管是捣鼓这些个挂件，还是捣鼓这个包，动作慢慢的，一开始乱摆，后来知道是送的，还要特意摆好一点。估计是怕我们嫌弃他手工活不行，哈哈哈哈，特可爱了。他们不想要这匹马，他们想要你的电话号码，哈哈哈哈，没错。土味情话虽迟但到。谭健次，给我你的电话号码。谭健次的脸和谭健次的脸摆在一起，哈哈哈哈，好奇特的画面。谭健次今日份直播中的一番话，真的让我心中忍不住感慨。他的幸福观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大道理，而是藏在烟火气里，温柔又通透的生活智慧。心理医生谭健次，在小事中去感知幸福，就是让自己不用想太多，有时候多放空自己。其实有时候这些虽然跟大家讲，但是我也是跟自己劝说，就是在一些小事上去感到幸福。他说要在小事里感知幸福，是懂得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瞬间，而是三餐四季，寻常日子里的细碎美好，不追慕虚无，不执念远方，低头就能接住身边的温暖。比如说一次很完美的卸妆，很舒服的卸妆，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对我而言，可能就是演了一场很过瘾的戏。他说要主动给自己提供满足感和幸福感，更是戳中了幸福的核心。幸福从来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扎根，学会自我丰盈，自我治愈，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快乐。我们对谭健次的仰慕，从来不只是惊艳于他台前的光芒，更动容于他骨子里的温柔与真诚。我觉得不停的要给自己去提供自己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我觉得会让自己感觉到一些更多的快乐。他说不用想太多，是劝人放下内耗与焦虑，不被杂念裹挟，简单纯粹的活在当下，心无负累，才更容易感知快乐。这份幸福观温柔、清醒又治愈，他从不是随口说说，而是一直用自己的态度悄悄教大家如何好好生活，如何拥抱快乐。他总在温柔地引导大家走向幸福的健次，也一定要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幸福啊！他就像一束温润又有力量的光，不张扬，不刺眼，却能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人这一生，总要不断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而谭健次就是我们甘愿奔赴的那束光。谭健次谈到创作，整个人都在发光。生活也许会有枯燥的机会，但是创造永远不会，只要真心投入，时间过得很快。他把每一份真心都投入舞台与角色里，认真、专注、闪闪发光。真的很佩服谭在连轴转行程里还能保持着这么高的创作欲和创作能力。天生的演员，天赋真的无敌。我发现谭健次用词非常精准，不用网络烂梗，不玩低俗笑话，他的表达非常有输出的力量。创作永不枯燥，所以这是谭健次给我们持续不断输出多好作品的原因吧。